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的，我們今天就來聊一個我想很多人心裡都有的疑問：那些超級大企業，就是那些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他們到底應不應該，或者說有沒有責任去解決這個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你會發現，當政府在很多重大議題上好像有點力不從心，甚至動彈不得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目光很自然的就會轉向這些手握大把資源的企業。但這真的是他們該做的事嗎？你想想看哦，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真的不是開玩笑的。氣候變遷，這不只是環保問題，它會引發供應鏈危機，甚至移民潮。然後 AI 這種新科技，它正在顛覆我們所有人的工作方式。還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很多社區感覺自己完全被這個時代給拋棄了。那在這種種的混亂底下，我們又常常看到一個好像失能的政府。所以這個權力的真空，自然而然的就把企業推到了舞台的正中央。大家都在看，你們到底能做什麼？為了把這個複雜的問題講清楚，我把它拆成了幾個部分來談。首先，我們會直接問：企業真的要來當救世主嗎？接着，我們會深入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個是傳統的股東利益最優先這個鐵律，另一個是比較細膩的權力需要平衡的看法。然後我們會來看看，當一家公司大到擋不住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的市場巨獸。最後，我們會提出一個很清楚的結論：凱撒的歸凱撒，重新定義一下企業跟政府各自該扮演的角色。好的，那我們就從這一切的源頭開始談起。這場關於企業到底為了什麼而存在的大辯論，它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背後是一個充滿挑戰，而且政府力量常常看起來不太夠用的時代。就是因為這樣，私人企業，特別是那些影響力遍布全球的大公司，就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大家對他們有了前所未有的期待，當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檢視。這場大辯論就是這麼來的。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來看看第一種主流的觀點。這個觀點可以說是傳統經濟學的聖經，影響非常深遠，就是股東至上理論。這個理論給企業設定了一個非常非常單一的目標。這個理論的基礎聽起來有點學術，叫做契約連結理論。但說穿了，它的概念超級簡單，它就是把一間公司看成是一堆合約的組合而已，沒什麼了不起的。它存在的目的很單純，就是要解決一個最基本的人性問題，就是員工會偷懶。你可以想象一間自助洗衣店，幾個員工，工作內容很簡單，但只要老闆不看着，大家可能就會想辦法摸魚。所以你需要一個老闆來盯着，確保事情有被好好完成。那老闆的報酬是什麼？就是付完所有人的薪水，付完所有成本之後，剩下的那些利潤。這就是這套理論最原始的模型。已故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可以說是把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的大師。他有句名言：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潤。這句話聽起來很無情，對吧？但它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只要其他所有人的報酬，像是員工的薪水、供應商的貨款，都已經在合約裡談好了，是固定的。那麼當管理者努力把最後剩下的利潤最大化時，它其實也等於把整個團隊創造出來的總價值給最大化了。所以幫股東賺越多錢，就等於幫整個社會創造了最大的價值。但是這個理論聽起來很完美，在現實世界一碰到人性，馬上就出現了破口。我們來看一個很經典的例子。環球航空 TWA 的收購案，在1980年代 ，TWA 的空服員，他們不是那種可以隨便替換的員工，他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投入心力學習專業技能，建立跟顧客的關係。他們跟公司之間有一種沒有寫在紙上的默契，一個隱形的承諾，就是
我長期為你付出，你會給我穩定而且公平的薪水。結果在1985年，一個叫做卡爾·伊坎的華爾街狼人發動了惡意收購，他的目標就只有一個，榨出最高的股東價值。他成功之後，馬上就把那個隱形的承諾給撕了，大幅砍掉空服員的薪水，股東短期內是賺翻了，沒錯，但是這是犧牲了員工長期的投入換來的，這根本就是一種背叛。這個案例就帶我們走進了第二種，也是一個更貼近現代商業世界的看法。這種看法認為，企業遠遠不只是一堆冰冷的合約而已，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組織，需要一種很精巧的權力平衡。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這個觀點的核心概念叫做關係特定性投資。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員工、供應商，甚至是管理者，他們為了這間公司投入了很多獨特的、很難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的技能、知識跟時間。就像剛剛 TWA 的空服員，他們對公司文化的熟悉，對服務流程的掌握，這些人力資本都是針對 TWA 這家公司做的深度投資。他們早就不是自助洗衣店裡可以隨時換掉的計時人員了。在這個模型底下，董事會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樣了。它不再只是股東的打手，它更像一個中立的裁判，也就是所謂的調解層級。它的核心工作就是要去平衡所有為公司投入了特定性投資的利害關係人，這裡面就包括了員工、供應商、客戶等等，去平衡他們各自的利益。那有趣的是，在這個觀點底下，股權很分散，由外部股東持有的這種結構，反而變成一個優點。因為這些股東不參與日常營運，比較不會偏袒哪一方，反而能讓董事會更客觀、更中立地扮演好裁判這個角色。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這兩種看待企業的方式可以說是天差地遠。在股東至上的世界，目標就是把股東價值最大化，董事會就是股東的代理人。而像卡爾·伊坎那樣的惡意收購，被當成是修理懶惰管理層的一種必要手段。但是在權力平衡的世界裡呢，目標是平衡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董事會是中立的裁判，而惡意收購則被看成是一種會破壞信任、威脅公司長期穩定發展的毀滅性行為。好，聊完了公司內部，我們把鏡頭拉遠點，來看看當一家公司因為太成功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它對整個社會又會造成什麼樣的挑戰？這就是市場力量的問題。關於市場力量這件事，也有兩派完全不同的看法。經濟學家熊彼得，他比較樂觀，他相信一種叫做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他覺得市場獨佔都只是暫時的啦，那只是給創新者的一個獎勵，很快就會有更新更強的人出來把舊的霸主給幹掉。但另一派以美國大法官布蘭迪斯為代表，他就提出了一個警告，叫做巨大的詛咒。他認為一旦公司變得太大，他就會用他的資源優勢建立起一個所謂的扼殺區，意思就是在那些有潛力的新創公司長大之前，就把他們買下來或消滅掉，讓自己的獨佔地位可以一直維持下去，最後反而扼殺了整個市場的創新活力。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而且是更深層的。這兩派的辯論最後其實都指向一個更大的威脅，就是裙帶資本主義。你想想看，當超級大公司跟政府的關係走得太近的時候，他們就可能聯手起來，透過遊說、立法去制定一套對自己有利，但會打壓新競爭者的遊戲規則。到那個時候，市場力量就不再只是經濟問題了，它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會侵蝕整個自由市場的根基，犧牲掉大多數人的利益，來鞏固少數人的地位。好了，綜合了前面所有關於公司內部治理還有外部市場影響的討論之後，我們終於來到今天的核心結論了。面對這麼複雜的局面，整個社會到底該怎麼辦？那個正確的平衡點到底在哪裡？這裡我想引用一句古老的諺語：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這句話放在今天的商業世界，它的意思非常清楚。企業跟政府的角色必須要劃分清楚，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去期望一個公司的 CEO 來做一個市長或總統該做的事情。那麼這條分工的界限到底在哪裡？其實可以很清楚，企業應該回到它的本質，就是專心為那些真正投入了心力、時間和獨特技能的直接利害關係人，也就是你的員工、你的客戶、你的供應商，去創造長期的價值。這才是他們最擅長也最應該做的事。而政府就必須要扮演好裁判和遊戲規則制定者的角色，他的責任是去處理那些單一企業沒辦法也不應該去處理的外部問題，像是環境污染、社會福利，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用反壟斷法規來確保市場的競爭是公平的，而不是被幾個巨頭給霸佔。把解決氣候變遷這種世紀難題的責任完全丟給任何一家公司的 CEO， 這不只不切實際，更是一種推卸責任，推卸了民主政府本來就應該承擔的責任。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企業現在確實面臨着解決社會問題的巨大壓力，但這也帶來了權責不清的風險。第二，看待企業有兩種核心的看法，一個是簡單的股東至上模型，另一個是更複雜、更符合現實的權力平衡模型。第三，企業規模帶來的市場力量是一個關鍵變數，如果沒有受到制衡，它就會扼殺整個社會的競爭跟創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需要一個清楚的分工。企業專心為它的直接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而政府必須負責制定公平的規則，處理公共事務。千萬不要期待 CEO 去做凱撒的工作。但這也留給我們一個最終而且可能更棘手的問題：如果企業不該也沒辦法解決我們最大的問題，但我們依賴的政府又常常動彈不得，那到底誰能帶我們走出困境？這個問題或許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它正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持續去思考的。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